如果你真想多活個幾年，其實我可以告訴你們，最重要的不是說你去運動、跑個步、健身，這些都是沒有用的東西，也不是說你要吃好、喝好、玩好就可以了，跟這個沒有半毛錢的關係。現在絕大多數人啊，我敢說是絕大多數人，他的日常的飲食，他都是条件不差的，超過了以前太多啊。现在的根本問題是你營養過剩、肚子太大的問題啊。反倒你像大家現在的飲食並不規律，对吧？但是跟这個沒有任何關係。我真心的去建議大家適當的和人群就是保持一定的距離啊，和人不要接觸的太近，就不要去勉強自己和所有人去頻繁的进行去來往啊。你和人相處的過程中呢，你要維持這個恰當的邊界的氛圍感就可以了啊，一定要有這種邊界感，人感受到所有的煩惱啊、委屈，還有所有的煎熬，幾乎全部都來自於各式各樣的人際交際啊。你看看你自己過的上半生是不是這樣的啊？都是所有的煩惱都是來自於你跟人打交道，所以造成的你的煩惱啊。但凡你和旁邊的人、身邊的人走得太過於親近啊，早晚就是會產生出很多種矛盾的問題啊，親兄弟都不行啊。真正能夠傷你的人，從來不是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對吧？這個成年人都懂的道理啊。傷你的都是彼此互相了解你的，都是你身邊的熟人。就是如果說你是彼此互相不牽扯的，那麼對方他反而很難來傷到你的生活，因為他不了解你，对吧？那帶給你傷害的都是你身邊的親戚、朋友、同學，都是你的熟人啊，無一例外，對吧？啊，規律的去作息啊，堅持鍛鍊好自己的身體，戒掉自己所有身上不良的嗜好啊，這個確實能夠幫助我們養心啊，包括你去看風景、看世界也可以。但是呢，我們很多人卻都忽略了一件事，養生啊，或者說養心，它最根本的點在於什麼？在於你有穩定的一個情緒，不生氣啊，是在於這個啊。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守護好自己的心境啊，修行不夠啊，反而你的情緒呢更加的容易產生波動，那麼你養再多的生也發揮不出任何的作用，你該走得早照樣走得早所以說不用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去研究這些吃什麼喝什麼這些養生的食譜，沒有任何的必要啊。記住一個簡單的道理，就是凡事少胡思亂想，把事想得簡單一點，對吧？不要亂想任何的複雜的東西啊，少積攢自己平生的怨氣，少陷入自己的這種憂慮的感覺啊。很多的內容裡邊其實都有提到過這個方向哈，就是人間大部分的煩惱根源都來自於人和人之間的相處啊。很多本書的內容當中都提到過。那麼一輩子啊，你能夠遇到諸多的磨難，那大多數呢都是你遇到了不合適的人，所以說造成了你的磨難。你想想是不是這樣的啊？你的怒火、你的心結，都是在你自己的人際交際過程當中慢慢的積攢起來的。那有人聚集的地方，那就少不了各種的紛爭。你擺個攤在線下都得吵起來，對吧？那不少人呢湊在一起，總想着去展示自己啊，是優勢在哪裡，方向在哪裡，展示自己，对吧？啊，那就會陷入不自覺的進行去攀比。那麼你一攀比，就是有意無意的去評價別人，打壓其他人，才能顯出你自己的所謂的高貴，對吧？那整日如果說你都是有這些事情繁瑣的事啊，就是纯的啊，這些事都是消耗自己，絕對都是消耗自己的心神的，沒有任何意義啊。人性这個東西它是遠遠超出大家的想象的，它的現實很殘酷。大部分人困擾的這輩子的難題，都是由你的親人和你的熟人帶來的啊。要是你看不透這個人性交往的一個本質，人性你讀不懂，你就一直就是不會用這種平常心去看待這個世間的任何事情，那麼你就會把你自己長期捲入這種無限的內耗和爭鬥裡邊，永遠這輩子出不去啊。你總是反復的去琢磨，我該如何去維繫我這個朋友的感情，我去維護，對吧？我這個親戚的人情，对吧？你總是想這些事情啊，你無時無刻、時時刻刻都是在以旁人看待自己的眼光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对吧？別人對你開口求助的時候，你不懂得如何去拒絕啊，不斷的去難為自己來補填對方的情緒價值。如果說你真的這樣長期下去的話，你現在活的是非常的疲憊的啊，你的人生都沒有任何的意義。你問問你自己的內心是不是這樣的？所以說人心是非常複雜的，相處也是同樣的道理。長久的付出很容易被別人當成一個理所應當
你幫一個人去做一個事情，對不對？那他記住你的好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有一次你不幫他，他100%能夠記住你對他不好啊。帶人賺錢也是這個道理，當你賺錢了之後呢，你帶你的親戚賺錢啊，不管是掙了虧了你都不行啊，掙了之後嫌你分的少，虧了之後說你没安好心，是這樣的吧？啊，所以說你如果說持續去善待去別人，那麼大家都會以為你就是一個習以為常的低等人。所以說懂得很難讓別人懂得，就是去珍惜你這個人。那麼只要你能夠一次性啊，就像剛才我說的，沒有滿足對方的所有要求，那過往的所有的好處全部可以在他心裡來說是忽略不計的。老話呢怎麼講来，叫斗米恩生米仇，对吧？那放到现實裡邊，你的身邊隨處可見啊，你身邊發生的例子，你都可以在評論區講一講，隨處可見。所以說，想要你的身體過得安穩一些，擺脫你自己持續的內耗，那麼你就要主動去避開人和人之間給你帶來的拉扯和你的交際啊。當你學會慢慢去獨處的時候，你的內心沉靜下來的時候，你的身心的狀態自然它就會非常的順暢，賺錢也是水到渠成，對吧？那如果說你的身體呢就是會處於一個非常的養生，非常的一個平穩的狀態下，那麼最終的結局的養生就是拼的你的情緒的穩定啊，不是容易着急，对吧？或者說你走過很多的彎路，經歷了不少糟心事兒，或者說創業失敗，陷入人生谷底，被人背刺，对吧？就是我最深的感悟呢，就是对於這些到現在我都看開了。以前我創業失敗的時候被刺之後我想不開，我能關在自己屋子裡想很長時間，但是現在我想開了，不必盯緊別人的生活，別人活得再好也跟你沒有什麼關係，你活得再好，你跟別人也沒有任何的價值和意義，對吧？不要用外界的標準來捆綁住自己的人生不要讓其他人隨意牽動你的情緒，对吧？世間萬物人有多口，对吧？你身邊的人有很多你一張嘴怎麼能夠說得過千萬人呢？对不对？千萬張口你又怎麼去反駁呢？所以說守好自己的小日子，心態放平，這才是最終的關鍵。你的人生終究是屬於你自己的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旁人沒有辦法替你承擔你所承擔的風雨，對吧？你行走在這個世間，每個人都是一個獨行俠，都是在獨自的趕路，孤獨才是這個世間的生活常態熱鬧，對吧？只是想彌補你當下內心的空虛，對吧？閒暇的時候呢，你可以讀個書靜個心，旅個遊觀賞個影片，出門呢親近一下自然，看看山川湖海，對吧？也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機去記錄一下自己的日常，登山垂釣讓自己平靜心，就像我現在一樣，对吧？用這些充實的小事來撫平自己內心的焦躁和焦慮，修復你內心自己存在那個缺口當你達到這種境界的時候，你做生意也會成功，你做事情也会成功，對吧？你就算上班你也能夠升職，你做自媒體也能夠做起来。所以說我給大家總結一句話如果說你想要長久的安定穩定，一定要篩選你身邊的圈子，這個才是我想講的。遠離你身邊所謂的煩心爛事的人際的紛爭適當的和這個世界保持一種拉開的差距，把全部的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我人生不過3萬天，人生尔尔全是活我自己，向內修行，向内心去沉澱，对吧？然後用內心的修行来沉澱好自己的內心，这才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身邊多餘的這種社交，如果說你越少，你的日子就會過得越舒服，這一點是我這輩子都堅定不移的一個看法。人越少你活得越好，朋友越少活得越好，不接受任何反駁。所以說真心祝願屏幕各位面前我的粉絲能夠早日看看你的人生，祝你越来越好有空的，比方说有空余的时间呢，你也不用去到處的去應酬社交，你可以試着拿起你的手機，拍起你的短視頻，記錄你的生活，同時使用呢你的就是智能，就是你看同樣去使用一个智能手機，同樣是使用一個拍攝的設備，對吧？它人群它就會分為兩種，尤其是在自媒體上，一種是單純的作為觀看者，就比如說各位我講的很現實你在看我的內容，那我屬於創作者，創造內容，我有價值，對吧？那你呢？你屬於觀看者，你只能用你的時間來看我的內容，對吧？那我呢就一直堅持拍短視頻我就輸出我的內容，我想到什麼我就說什麼我慢慢積累各位的關注，對吧？有粉絲基礎，不管是帶貨還是分享經驗其實我都能夠創造收益，只是我想不想的問題你們想想是不是這麼回事？
其實我們的生活都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我把我的生活的琐碎记錄了下來，只不過你在看別人的瑣碎，咱倆只有這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其他都是一樣的。所以說我們盡量要做內容的創作者，這個才是重中之重，不要單純的只做這個消費者，沒有意義。你一味的去刷這個短視頻，消磨你大量的時間，你沒有任何的產出，純屬呢就是你浪費時間的光陰啊。所以說一定要想辦法提升自己的收入，这才是準確的。很多人呢都是看着這個實物產生了幻想，但是實際呢在賺錢的這個手裡呢他這個收入是永遠不會欺騙你自己的努力和你自己拍短視頻的價值，永遠不會欺騙你的你開始做內容的時候也不用去害怕互聯網上各種不同的聲音對吧？你看我的評論區我看都不看因為統一不起來，你知道嗎？就是各有各的看法這是一个自由發表評論的地方，對吧？別人罵你又能證明什麼呢？是吧？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的事就可以了。所有人的評價記住只是短暫的一時黑粉也是粉嘛，對吧？依靠自己打拼出來拿到的結果，修好自己的內心，才能夠長久陪伴着自己，好吧？各位一起加油。